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给大家讲一个超级有意思的故事，关于一对快海峡的姻缘，真的是让我这个从业20多年的红娘都忍不住感慨万分。故事的主人公是来自大陆的美女小文和台湾的工程师小陈，他们的相遇简直就是冥冥之中自有安排啊。小文是浙江杭州人，今年28岁，在大陆一家知名互联网公司做设计师，收入不菲，长相嘛，那真的是让人一见倾心的那种，皮肤白皙，眼睛大大的，笑起来还有小酒窝，身材更是没话说，1.67米的个子，前凸后翘，穿衣服简直就是会走路的衣架子。而小陈呢，是台湾新北人，32岁。在台北一家半导体公司做技术主管，工作稳定，收入可观，长相清秀，戴着一副黑框眼镜，给人一种斯文又可靠的感觉。两个人都是通过我们跨海峡的相亲平台认识的。小文因为工作原因经常要去台湾出差，而小陈则是个典型的台湾暖男，虽然不算是那种特别会撩妹的类型，但是特别顾家，对女生也很尊重，这一点真的很加分。我记得第一次帮他们安排见面是在台北的一家茶餐厅。说实话，我当时并不是特别看好他们，因为性格差异实在太大了。小文属于那种特别活泼外向的女生，说话做事雷厉风行，而小陈则是典型的慢热型，做事情讲究步骤，喜欢思前想后。小文穿着一条红色的连衣裙，踩着高跟鞋，画着精致的妆容，远远看去就像是一朵盛开的玫瑰花，引人注目。小陈则是一身休闲西装，整洁得体但不张扬。他提前到了约会地点，还特意准备了一份小礼物，台湾特色的凤梨酥和一本设计类的书籍。这第一次见面就展现出了两岸年轻人在约会文化上的巨大差异。小文一来就热情地打招呼，嗨，你好啊，等很久了吗？小陈有点腼腆地笑着，没有，我也是刚到而已。两人坐下后，小文立刻主动找话题，听说你在半导体公司工作，最近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好像特别火爆呢。而小陈则是慢慢地回答，对啊，工作还算稳定，虽然有时候加班会比较多，我在旁边观察着他们的互动，差异实在太明显了。小文说话语速快，表情丰富，还时不时地用手势来强调他的观点。小陈则是语调平和，思考后再发言，表情变化不多。约会进行到一半时，发生了让我都始料未及的一幕。小文看到小陈手上的一个手表，觉得很有趣，就直接伸手过去摸了摸，然后很自然的就牵住了小陈的手，说，哇，这个表好特别啊，是台湾品牌吗？这一举动可把小陈吓坏了，他的脸一下子红到耳根，手明显僵硬了，连说话都结巴起来。这个是我朋友送的。小文还没意识到问题所在，继续很自然地握着他的手，还不时地用拇指轻轻摩挲着他的手背，边看表边问这问那。我在一旁简直忍不住笑意，但又不能表现出来。这就是典型的两岸约会文化差异啊。在大陆，尤其是像小文这样性格开朗的女生，肢体接触是表达好感的一种很自然的方式。而在台湾，特别是像小陈这样的传统男生，初次见面就有这样的肢体接触，实在是太超过了。过了大概半分钟，小陈才找回自己的声音，礼貌地把手抽了回去，但是脸上的红晕久久不退。我能看出来，他不是不喜欢这个接触，而是太过震惊和不适应。这个小插曲后，气氛变得有点尴尬，小陈变得更加沉默，似乎不知道该如何反应，而小文则有点困惑。他在大陆的约会经验中，这样的肢体接触再正常不过了。我赶紧出来打圆场，小陈啊，你刚才说你们公司最近在开发新项目，给小文讲讲呗，他对科技也很感兴趣呢。小陈感激地看了我一眼，开始讲起他的工作，不过话题没持续多久，就又陷入了沉默。看着这情况，我心里不禁叹了口气，这就是我经常遇到的问题。两岸年轻人在情感表达方式上的巨大差异，大陆的年轻人，尤其是女生，往往更加直接、主动，而台湾的年轻人则更注重礼仪和边界，循序渐进是他们的相处之道。第一次约会就这样不咸不淡地结束了。分别时，小文礼貌地和小陈道别，
但眼神里明显带着失望。我心想，这对组合可能就到此为止了吧。谁知道第二天小陈居然主动联系了我，他说：“丽姐，我觉得小文人很好，很直率，跟台湾女生不太一样，我想再见她一次。”这让我大吃一惊。要知道，台湾男生一般不会这么快表达出想要继续交往的意愿，尤其是第一次约会并不是很成功的情况下。我忍不住追问：“你不觉得他太主动了吗？”小陈笑了笑，刚开始是有点吓到，不过想想他那种坦率其实很真诚，反而让人感到轻松。我把这个消息转达给小文时，他也很惊讶：“真的吗？我还以为他不喜欢我呢，我是不是太莽撞了？”我笑着解释，在台湾，男生普遍比较含蓄，不像大陆男生那么直接表达。他主动提出再见面，说明他真的对你有兴趣。小文恍然大悟，原来如此，那下次我一定注意点，不能吓着人家。第二次约会，我安排在了一家景色宜人的咖啡厅。这次小文明显收敛了很多，穿着也更加素雅，言行举止也不那么张扬了。而小陈则是打扮得比上次更加精心，还特意买了一束小花送给小文。看到花的那一刻，小文明显很感动，眼睛都亮了。谢谢你，这花好漂亮。小陈微笑着说，上次你说喜欢粉色，所以特意选了粉色的。我在一旁暗自点头，这小伙子很细心吗？第一次见面时，小文确实随口提过喜欢粉色。接下来的约会进行得出乎意料的顺利，小文刻意放慢了说话的节奏，更多的倾听小陈的想法，而小陈则比上次更加放松，甚至主动讲了几个台湾的笑话，逗得小文捂嘴直笑。正当气氛越来越好的时候，小文突然问了一个我都没想到的问题：“小陈，你觉得大陆女生和台湾女生有什么不同？”这个问题可不好回答啊！我原本想打岔过去，但小陈却认真思考了一下，然后回答：“我觉得大陆女生普遍更加自信独立，做事雷厉风行，敢爱敢恨，而台湾女生可能更含蓄一些，处事更圆融，更注重细节和生活品质。但其实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个体，不能一概而论。”小文点点头，说得好。不过我觉得台湾男生普遍比大陆男生更体贴细心，也更尊重女生。像你送我这束花就很用心，大陆男生可能就直接问你想要什么，然后刷个支付宝搞定了。两人相视而笑，气氛顿时更加融洽。接下来的几次约会，他们逐渐增进了解，也更加适应彼此的交往方式。小文学会了欣赏小陈的细腻和体贴，而小陈也被小文的活力和直率所吸引。有一次，他们讨论到两地的消费观念。小文说，台湾给我的感觉就是，虽然整体经济发展可能不如现在的大陆一线城市那么闪亮，但生活品质和细节却做得特别好。小陈点头，是啊，很多大陆朋友来台湾旅游，一开始会觉得台北怎么没有上海、北京那样的高楼大厦和繁华商圈，但住久了就会发现这里的生活节奏和品质很舒服。小文感慨道，确实如此，而且台湾人对金钱的态度也和大陆不太一样。我们大陆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超前消费，买名牌、买大房子、买豪车，恨不得把面子撑得足足的。小陈笑了，台湾也有爱面子的人了，不过可能更多人注重实用性，宁愿把钱花在看不见的地方，比如健康、教育和家人团聚上。我听着他们的对话，不禁感慨万分，这不正是两岸年轻人最需要交流和理解的地方吗？在物质和精神价值的平衡上，或许可以互相借鉴，互相学习。随着交往的深入，小文和小陈的感情明显升温。他们开始规划一些共同的活动，小陈带小文去了台湾的夜市、故宫博物院和阳明山，而小文则在下次小陈去大陆出差时，带他领略了杭州西湖的美景和地道的江浙美食。然而，随着关系的亲密，两人之间的文化差异也愈发明显。比如，小文习惯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他的生活点滴，包括和小陈的甜蜜合照。而小陈则更注重隐私，不太喜欢把感情生活放到网上。又比如，小文认为恋爱中的花销应该 AA 制，或者谁方便谁付，而小陈则坚持男方应该多承担一些。这些差异虽小，但积累起来也会引发一些小摩擦。我作为红娘，常常要在中间调和，帮助他们理解彼此的文化背景和价值观。
终于，在他们认识3个月后，小陈决定向小文表白。他特意选在了一个浪漫的场合——台北101大楼的观景台。夜色下的台北城灯火辉煌，美不胜收。小陈紧张的不行，手心都是汗。他提前1周就开始策划这次表白，连表白的话都在镜子前练习了无数遍。他甚至偷偷联系了我，询问大陆女生喜欢什么样的表白方式。我告诉他，小文虽然是个直率的大陆女生，但每个女孩子心里都住着一个公主，都期待一个浪漫的告白。你就做你自己，用你的真心打动她就好。那天晚上，小陈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，手捧着9朵红玫瑰，站在观景台上等待小文的到来。当小文穿着一袭蓝色连衣裙出现时，小陈的眼睛亮了起来。台北的万家灯火映照在小文的脸上，让她看起来格外动人。小文，小陈鼓起勇气开口了，声音有些颤抖。认识你这3个月，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。虽然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，有着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习惯，但我觉得这些差异不是阻碍，反而让我们的关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。我想正式地问你，愿意做我的女朋友吗？小文听完，眼眶瞬间就红了。他没想到平时腼腆的小陈能说出这么一番动人的话。在大陆，他交往过的男生要么太过直接简单，要么就是花言巧语却不走心。而小陈的真诚让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安全感和温暖。小文忍不住上前一步，主动抱住了小陈，在他耳边轻声说：“我愿意。”就在这一刻，小陈原本的紧张全都消失了。他紧紧地回抱住小文，两人在台北的夜景下度过了人生中最难忘的时刻之一。确定关系后，接下来就是见家长的环节了。这可是两岸婚恋中的一大挑战。小陈的父母是典型的台湾传统父母，重视家庭和谐，也很看重儿媳妇的贤惠程度。当小陈告诉父母他交了一个大陆女友时，他父母的第一反应是担忧大陆女生会不会太强势了，能适应我们台湾的生活方式吗？小陈耐心地向父母解释小文的善良和体贴，还特意提到小文虽然事业心强，但也很注重家庭价值观。经过一番沟通，小陈的父母同意见小文。见面那天，小文特意穿了一身保守得体的衣服，还带了台湾父母喜欢的高级水果礼盒和茶叶。一进门就礼貌地问候：“叔叔阿姨好，打扰了。”小陈的母亲一开始还有些拘谨，但看到小文如此有礼貌，态度也慢慢变得热络起来。饭桌上，小文不仅主动帮忙布菜，还时不时地给长辈们夹菜，席间谈吐得体，展现了大陆姑娘的良好教养。饭后，小文甚至主动帮忙收拾餐桌并洗碗，这一举动彻底赢得了小陈父母的好感。临走时，小陈的母亲拉着小文的手说：“以后常来家里玩啊，想吃什么告诉阿姨，阿姨给你做。”相比之下，小文父母的反应则完全不同。当小文告诉父母他交了一个台湾男友时，他父母的第一反应竟然是：“台湾不是很小吗？他家有钱吗？将来是不是要你过去台湾生活？”这些问题可把小文问得哭笑不得。他耐心地向父母解释：“爸妈，台湾虽然面积不大，但经济发达，生活品质很高。小陈的工作很稳定，收入也不错。至于将来住哪里，我们还没有考虑那么远。”最终，小文的父母虽然还有些顾虑，但看女儿这么坚定，也就不再多说什么了。但他们提出了一个条件，一定要见这个台湾小伙子，亲自考察一下。随着关系的深入，小文和小陈开始面临更多实际问题，比如两人长期分隔两地，小文在杭州工作，小陈在台北工作，见面的机会并不多。两人尝试通过视频通话来维持感情，但科技再发达，也代替不了面对面的交流和陪伴。小文有时候会抱怨，为什么我们不能像普通情侣一样，想见面就见面呢？小陈则会安慰他，我们不是普通情侣，我们是跨越海峡的恋人，这份感情更加珍贵。除了距离问题，两人对未来的规划也存在分歧。小文希望小陈能够考虑来大陆发展，毕竟大陆市场更大，机会更多，而小陈则更倾向于留在台湾，因为他在那里有稳定的工作和生活圈子。这个问题成了他们争论的焦点，有时候甚至会因此吵架。
我作为红娘，经常要在中间调解，帮助他们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。我对他们说，婚姻和爱情从来都是需要妥协和调和的，重要的不是谁对谁错，而是如何在保留各自核心价值观的同时，为对方做出一些让步。就在两人为未来去向而烦恼之际，一个意外的机会出现了。小文所在的互联网公司决定在台湾设立分公司，而作为骨干设计师的小文被公司委以重任，前往台湾负责新分公司的设计团队。这个消息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，小文可以光明正大的去台湾工作，而且是以一个专业人士的身份，而不是仅仅为了爱情。小陈得知这个消息后，激动得不得了，立刻开始帮小文联系台湾的租房信息，还主动请缨当他的台湾生活导师。小文开玩笑地说，我可是来工作的，不是来谈恋爱的哦。小陈笑着回应，工作是正事，但下班后的时间总归是属于我们的吧。就这样，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，将两人的生活轨迹慢慢拉近。小文顺利来到台湾工作后，两人的关系更进一步，开始了同居生活。小陈租了一套2居室的公寓，地理位置优越，离小文的公司也很近。然而，同居生活并非想象中那么简单，生活习惯的差异开始显现。小文习惯晚睡晚起，工作效率在晚上达到高峰，而小陈则是早睡早起，喜欢规律的生活，饮食习惯也大不相同。小文喜欢重口味的川菜、湘菜，而小陈则偏爱清淡的台式料理，甚至连购物观念都存在巨大差异。小文喜欢网购，经常刷淘宝、京东，小陈则更习惯实体店购物，喜欢亲自挑选商品。这些看似微小的差异，在日常生活中却常常引发摩擦。有一次，小文在网上买了一堆零食和生活用品，把整个客厅都堆满了。小陈回家看到后明显不高兴，但又不好直说，只是默默地帮忙收拾。小文察觉到小陈的不悦，主动问道，你是不是觉得我买太多东西了？小陈犹豫了一下，然后诚实地说，我不是不喜欢你买东西，只是觉得可以更有计划一点，买真正需要的东西。在台湾，我们比较注重极简生活和环保。小文听后若有所思，原来如此，怪不得我发现台湾人的家总是那么整洁有序。就这样，两人在一次次的冲突和沟通中，逐渐适应彼此的生活方式，也学会了欣赏对方文化中的优点。共同生活了半年后，两人的感情更加稳固。小文学会了更加细致的经营生活，而小陈则变得更加开放和直率。他们的爱情正如同他们所代表的两地文化一样，在碰撞中融合，在融合中创造出属于他们自己的独特模式。有一天晚上，两人一起坐在阳台上，望着台北的夜景。小文突然感慨道，你知道吗？以前我一直以为台湾和大陆的差异很大，但现在我发现我们的本质和追求其实是相同的。小陈握住他的手，是啊，无论是台湾人还是大陆人，我们都渴望被理解、被尊重、被爱，这些情感是不分地域的。小文靠在小陈肩膀上，所以你觉得我们的未来会怎样？小陈笑了笑，我不知道未来会怎样，但我知道只要有你在，无论在哪里都是我的家。这一刻，小文感动得泪流满面，他从未想过自己会在异乡找到如此深刻的归属感，而这一切都源于一次偶然的相亲，一次文化的碰撞，以及2颗真诚相待的心。在小文来台湾工作1周年的纪念日，小陈策划了一个惊喜，他请来了小文在台湾的所有朋友，还有特地从大陆飞来的小文的父母。当天，小陈借口带小文去参加公司聚会，实际上是把他带到了精心布置的求婚现场。当小文推开门，看到屋内的亲朋好友以及自己的父母时，惊讶地捂住了嘴巴。而当小陈单膝跪地，拿出戒指，深情地说，小文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的那一刻，小文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，泪水夺眶而出。这一次，不同于以往大陆女生的豪爽直率，小文哽咽地说不出话来，只能不断点头。他心里明白，这份感情跨越了地域和文化的藩篱，值得他用一生去珍视。小陈起身，轻轻拭去小文的泪水，然后在众人的见证下，将戒指戴在了他的手指上。台下掌声雷动，小文的父母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
小陈的父母也通过视频连线送上了祝福。这一刻不仅是两个人的结合，更是两种文化的交融。求婚成功后，接下来就是筹备婚礼了。这又是一个充满文化差异的过程。在大陆，婚礼通常比较隆重，讲究排场，动辄几十桌，甚至上百桌。而台湾的婚礼则相对简约，更注重仪式感和亲友的真诚祝福。小文和小陈决定在台湾和大陆各办一场婚礼，以尊重双方的传统和家人的期望。台湾的婚礼定在一个海边庄园，简约而浪漫；大陆的婚礼则选在杭州的一家5星级酒店，气派而热闹。筹备过程中，两人也有过分歧和争执，比如小文希望婚礼上有热闹的游戏和互动环节，而小陈则更希望婚礼庄重一些。小文想穿中式礼服和西式婚纱结合的婚纱，而小陈则希望遵循台湾传统。但经过一番商讨，他们最终找到了一个双方都满意的方案。台湾的婚礼以简约、优雅为主，尊重当地传统；大陆的婚礼则可以更加活泼热闹，展现大陆的婚俗特色。台湾的婚礼如期举行，现场布置的简约而雅致，蓝色的海洋和白色的沙滩成为最美的背景。小文穿着一袭白色婚纱，小陈则是一身黑色西装，两人在亲友的见证下交换了戒指和誓言。婚礼上，小陈的父亲致辞时说：“谢谢小文，让我们家增添了一份来自大陆的活力和温暖。虽然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，但爱让我们成为一家人。”小文的父亲则说：“感谢小陈，让我的女儿找到了归宿。两岸一家亲，我们都是中国人，血浓于水的亲情是任何力量都无法分割的。”这些话语让在场的亲友都感动不已。1个月后，两人又在杭州举办了一场热闹非凡的中式婚礼。小文穿着红色的绣和服，小陈则是一身中山装，两人遵循传统习俗，拜天地、敬长辈、闹洞房，场面喜气洋洋。两场风格迥异的婚礼展现了两地文化的魅力，也象征着两人未来生活的多元与包容。作为见证他们爱情全过程的红娘，我不禁感慨万分。小文和小陈的故事不仅是一段美丽的跨海峡恋情，更是两种文化交融的生动写照。在我从事婚恋服务的这些年里，见过太多因为文化差异而分手的情侣，也见过许多克服重重障碍走到一起的恋人。小文和小陈的成功让我更加坚信，真爱可以跨越一切藩篱。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，文化差异不应该成为阻碍，而应该成为彼此了解、互相欣赏的桥梁。大陆女生的直率热情和台湾男生的细腻体贴，本就是相得益彰的组合。如今，小文和小陈已经步入婚姻的殿堂，开始了他们的新生活。小文继续在台湾的公司工作，而小陈也得到了晋升，成为部门主管。他们计划明年要一个小宝宝，到时候又将是一段新的故事开始。而我作为他们的红娘，最大的心愿就是看到更多像小文和小陈这样的跨海峡情侣，勇敢地追求爱情，跨越文化的鸿沟，共创美好的未来。毕竟，爱情的力量是可以跨越任何距离、任何差异的。只要两颗心足够真诚、足够坚定，就没有什么能够阻挡。小文和小陈的故事就是最好的证明。大家如果喜欢这个故事，记得点赞订阅哦。下期我会给大家带来另一对跨地域情侣的精彩故事。我是丽姐，咱们下期再见。